每次使用马桶后，我们都会发现用水量很大。为了节约用水，有些人会将洗衣、洗菜或拖地的水用来冲厕所。其实这种做法不仅冲不干净，还会导致细菌滋生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马桶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如今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，许多农村也已经开始使用马桶了。将马桶安置在家中，既干净又卫生，而且使用起来非常方便。今天从几个方面给大家解释为什么不建议这样做。1. 反臭，大家有没有注意？平时我们正常使用马桶冲水时，按压水箱按钮冲水完以后，马桶里面都会预留一部分水，而且每次预留的水都差不多。其实这就是马桶设计的主要原理。这种设计是考虑了最佳水量和力度的，用其他水源会破坏虹吸效果。比如每次按钮冲水之后留下一部分水，它的作用就是帮助阻隔下水道的臭味反上来。这些存水可以将下水道和室内空气隔离开来，下水道的异味就不会反上来。但是如果我们是倒水冲马桶的话，马桶里的水通常就会完全被冲掉，破坏了水位线，没有存水，下水道的异味也就会反上来，导致整个卫生间都充满异味。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不仅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舒适度，还可能对呼吸道造成刺激。2. 细菌会扩散爆炸。冲马桶时，马桶盖打开，马桶内溅起来的水和向上的气旋可以将病菌或微生物带到6米高的空中。马桶如同一个发射井，这些病菌或微生物悬浮在空气中长达几小时，进而落在墙壁和牙刷、漱口杯、毛巾上。我们平时冲马桶要盖上盖子，这样可以大大避免细菌的扩散。可一旦你倒水冲马桶的话，是无法盖上马桶盖的。那么冲水时喷射出的8000加细菌微粒就扩散到整个卫生间了。这些肉眼看不见的脏东西能存活72小时。想象一下，你刚倒完洗内裤的脏水，马桶水花溅到牙刷上，这你还敢用吗？再说，厕所一堆桶，装满了洗澡水、洗衣服的水，时间久了盆里都有青苔，臭烘烘的，还有蚊子。3. 破坏水封结构。你可能注意到，马桶底部始终有一小滩水，不管你多久没用它，这滩水不是残留水，而是设计师刻意保留下来的，叫做水封。这个水封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。它阻挡下水道的臭气、细菌，甚至蟑螂等小动物倒流到室内，也就是说，它是你家和污水世界之间的防臭屏障。可如果你频繁往马桶里倒水冲洗，特别是大力倒水，很容易把这个水封冲薄、冲破。水封一旦失效，下水道的味道就会慢慢往卫生间里冒，你家厕所很可能就开始变得常年有味了。4. 影响马桶正常冲水。现在使用的马桶设计师都考虑了最佳水量和力度，而且大部分都是虹吸式的。它的自动冲水系统需要有一定的水压和水流才能正常运作。如果我们用倒水冲马桶的方式，那么形成的水压和水流就没办法控制。如果长时间采取这种方式冲马桶的话，就会导致马桶自动冲水设置失灵，以后就彻底影响到马桶的正常冲水了。而且倒水冲马桶也很难像正常冲马桶那样产生冲力，就会导致无法彻彻底底将污渍完全冲掉。一旦长期出现污渍停留，那么马桶就会出现堵塞。另外，如果用洗碗或洗衣服的水冲马桶，这些洗涤剂残留的水还会腐蚀马桶的釉面。一旦这些釉面损坏，就是采取正常冲水，也很难将污渍完全冲掉，更容易导致马桶堵塞。
马桶那可是每天都要用好多回的物件，可时间一长呀，这马桶就变得脏兮兮的了，尤其是里面那黄渍，一层又一层，厚得不得了，看着就让人头疼。每次想好好清洁一下吧，却发现那些黄渍顽固得很，怎么弄都弄不干净呢。大家想想，为啥马桶里会出现这么多黄渍呀？其实就是咱们平时清洁的时候不够彻底，日子久了，那些水垢、尿垢啥的就一点点积攒下来了。就比如说马桶的出水口那儿，黄渍特别厚，每次瞅着都挺闹心的，用专门的清洁剂去擦，也常常是效果不佳，费了半天劲儿，还是不干净。家里要是有小苏打的话，就准备一些，或者用纯碱也行，把它们倒进一个小碗里边。这小苏打呀，可别小瞧它，它去污能力是杠杠的，所以可以多倒一点进去，再加入2勺的食盐，用手把小苏打和食盐充分混合均匀，就这么简单，自制的清洁粉就大功告成了。刚刚自制好的清洁粉均匀地撒在马桶里面哦，尤其是马桶的内壁，那可得多撒点儿，还有出水口那个位置，黄渍一般都特别厚，更要重点照顾一下。要是马桶的边缘也比较脏的话，那也在边缘多撒上一些清洁粉，这清洁粉撒得均匀了，后续清洁起来才能更全面、更彻底呀。清洁粉撒好，接下来就该准备马桶刷干活了，直接用马桶刷干刷就行，不用加水哦。为啥呢？因为咱们这清洁粉里加了小苏打呀。小苏打可以很有效地去除马桶内壁上面的黄渍呢，而且呀，食盐在这儿也起着大作用，它有摩擦感，在咱们刷马桶的时候就能增加摩擦力，让那些顽固的污垢更容易被刷下来。同时，食盐还有杀菌消毒的效果，这一刷不仅把污渍去掉了，还顺便给马桶消了消毒，清洁的那叫一个彻底。关键的冲水环节了，把上面这些步骤都做完了之后，咱们按下冲水按钮，这时候你就会惊喜地发现，原本满是黄渍、脏兮兮的马桶，一下子就被清洁得干干净净、彻彻底底的了，就连出水口那儿都看不到一点黄渍了呢，整个马桶就跟新的一样，看着别提多舒心了。用这个方法清洁马桶还不会伤到手，不像用一些强酸强碱的清洁剂，还得小心翼翼地戴着手套，咱这个方法就特别安全又方便。好了，关于马桶的小知识分享到这里了，需要的朋友们可以试试哦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